美军接收精确打击导弹，新时代跳岛战术革新。红海美军不打消耗战，随时可能与也门胡塞武装决战。俄组建混合航空军团，印度装备新型的狂暴导弹。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美国陆军首批接收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超过了500公里。根据俄罗斯消息报17号称，五角大楼宣布，美军接收了首批可发射的精确打击导弹的新型地对地导弹系统。美国陆军非常重视远程火力打击武器的发展，陆基中程弹道导弹、陆基战斧导弹、标准6导弹上岸、超远程火炮等多个项目并行展开。增量1型导弹是美陆军计划在2023年底之前交付到士兵手中的24个主要现代化项目之一。这次交付标志着美国陆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此次美军首次接收的导弹主要用来逐步取代服役了30年的陆军战术导弹。俄乌冲突让陆军战术导弹火了一把。今年10月，乌军首次使用了陆军战术导弹对俄军用机场设施进行了打击。白宫当天也证实，已经向乌克兰运送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可俄军没有公布乌克兰导弹打击造成的损失。但从卫星图像显示来看，打击造成了俄军至少10架武装直升机以及部分防空武器被摧毁。虽然陆军战术导弹还尚能一战，但毕竟年事已高，加上美国陆军认为这款导弹与战略竞争对手的同类武器有差距，还是需要性能更好的战术弹道导弹，所以精确打击导弹也就应运而生。2016年，美国陆军开始实施的 LRPF 项目。2019年12月10号，美国陆军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进行了精确打击导弹的首次成功试射。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信息，美国陆军目前接装的首批精确打击导弹对比陆军战术导弹尺寸缩小了不少。现有的 M270 系列可以发射4枚导弹，而 M142 海马斯则可以携带2枚。若采用陆军战术导弹，数量会减半。虽然战斗部重量有所降低，但采用了新的设计和材料，加上打击精度的提高，威力相反是提升了的。预计2024年，美陆军将接收110枚该型导弹，但预计要到2025年才能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根据美国陆军的计划，该导弹的最终装备数量将达到2400枚。精确打击导弹将采用渐进式发展的模式，未来还将发展出增量2、增量3和增量4等改进型导弹。其中增量2版本是一种陆基反舰弹道导弹，将配备合适反舰作战的半穿甲战斗部。为了能够打击海上移动的目标，导弹将配合复合制导方式，末端制导有可能选择主动雷达和红外成像，具备打击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甚至航母等海面大型战舰的能力。增量2型计划在2027年服役。增量3版则计划配备杀伤能力更强的常规战斗部，用于打击加固目标。增量4版本也称远程机动火力导弹，最大射程将达到1000公里以上，属于中程导弹，并且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将小小提升美陆军的控制范围。美国陆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很可能采用机动部署的方式，在各个岛屿中进行蛙跳作战，即使用 C130 系列运输机在岛屿间机动部署配备新导弹的海马斯，用于支援地面作战，甚至做到海上封控。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多次演习中探索了这种战法，比如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在这种作战方式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军种的特种部队将搭乘类似鱼鹰等可垂直起降的运输机，在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下，配合远程海马斯辐射范围进行机动性的岛屿作战，迅速建立前哨阵地，随后将装有新型导弹的海马斯前移，完成岛屿完全占领，从而达到人机炮的协同作战。可以说，每一次武器的革新都会为新战术提供更好的支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27号报道，过去几周，也门胡塞组织在红海地区发动了越来越多的袭击。仅在12月26号的10个小时时间里，胡塞组织就累计发射了12架无人机和5枚导弹。这些无人机和导弹被美军驱逐舰和航母舰载机击落。分析人士表示，美军驱逐舰可使用的武器系统包括对陆导弹、主炮和近程防御武器系统。无论美国军舰使用什么武器与胡塞组织对抗，随着任务量的扩大，美军都面临着成本、库存和有效性等方面的问题。报道指出，美国在红海地区抵御胡塞组织攻击，其主要装备呢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如拉布恩号。这艘驱逐舰装备的导弹就包括了先进的标准6型导弹，估计每枚成本超过400万美元；射程较短的标准2型导弹，估计每枚成本约250万美元，以及改进型海麻雀导弹，估计每枚成本呢是超过了100万美元。专家认为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可以量产且单价远低于10万美元的无人机，长期的行动最终可能会给美国带来较为沉重的负担。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认为，这些空中拦截武器的平均成本约为200万美元，这使得拦截无人机不具有成本效益。同时，专家还指出，胡塞组织由伊朗资助和训练，因此他们有资源进行长期消耗战，而美军为了执行广域防空任务，主要还得依靠防空导弹，任何军舰上的导弹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消耗战并不适合美军。而专家们表示胡塞组织尚未尝试发动真正的无人机集群攻击，一旦大面积无人机群来袭，上面提到的导弹补给与库存问题将会成为美军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转向进攻，从源头解决问题的行动方针，这才是美军解决后续问题的关键。说白了，就是美军需要速战速决，而不是一直在红海拖下去。但打不打、怎么打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拜登政府面临的考验还是很严峻的。俄罗斯消息报12月25号报道称，俄罗斯北极航道将由俄新组建的混合航空军团来保护。这一军团目前是隶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其编制包括2个歼击航空团、1个混合航空团和1个直升机团。主要任务不仅是保护北极航道，还将保护北方岛屿免遭袭击。俄罗斯专家指出，目前由于一些国家对俄罗斯北极航道的归属存在争议，因此俄罗斯需要加强对北方边境的保护。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其中的混合航空军团是在空军和防空军第45集团军的基础上组建的，未来可能将其划归新成立的列宁格勒军区。该军团编制有第279和第100舰载歼击航空团，而混合航空团装备有安12和安26运输机以及1238N 反潜机。直升机团装备卡27、卡29和米8。目前原有的部分军机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北极军事基地执勤，特别是舰载航空团的苏33、米格29KR，正在执行保护北极航道和罗加切沃机场及其他北极地区的任务。除了航空兵部队，该军团还编制有数个防空导弹团和无线电技术团。新组建的航空军团的飞行员已经开始训练工作，例如1238在巴伦支海上空进行训练飞行。21号，这些飞机按编队方式演练了在夜间条件下综合使用雷达和水声设备搜索与跟踪敌人潜艇的科目。北方舰队新闻处称，这次飞行训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飞行员在执行预定任务时的行动协调性。24号，北方舰队还举行了混合航空军团保护和防御机场的演习。演习中，俄军展示了使用无人直升机的方法。此前，卡27飞行员也在科拉半岛和巴伦支海上空演练了在低温条件飞行中与指挥组进行协调的科目。俄罗斯军事专家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称，新组建的列宁格勒军区和北方舰队将划分自己的责任区。列宁格勒军区将负责芬兰和挪威的边境防御，北方舰队将负责保护重要的海军基地、岛屿、北极航道以及我们在巴伦支海和其他海域的舰只。新组建的混合航空军团的任务是防御性的。
近年来，在我们北部边境，间谍船只和飞机的活动增加了数倍，而且没有下降的趋势，相反正在进一步增加。未来如果局势恶化，北方舰队将封锁不友好国家舰队进入北极航道水域的通道，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航空兵协助。根据俄媒报道，这一系列军事调整是在芬兰加入北约和瑞典即将加入的背景下进行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军区的组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另外，这一组建工作还考虑到了美军使用芬兰军事设施，特别是空军基地的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从12月1号起开始执行俄总统普京关于将武装力量人数增至132万人的命令。俄国防部长绍伊古19号在国防部部务扩大会议上表示，今年俄武装力量组建了2个全员满装的多兵种合成集团军，其中包括4个师、18个旅、28个团和1个混合航空军团。本月18号，俄罗斯消息报称，俄国防部决定在西部、北部和南部主要战略方向组建和部署新的军事运输航空团。在远东地区的首个团已经组建完成，这个团装备了伊尔76、安26运输机，还可能有米26。所以说，新的一年中，俄罗斯和欧洲各国又进入了军备竞赛中。印度航母搭载的舰载机开始装备从以色列引进的防区外打击导弹。根据媒体日前的报道，印度海军已经在米格29上装备了以色列生产的狂暴导弹。印度海军成为了这款武器的第一个已知海外客户。引进这种导弹的目的呢，是提升印度航母的防区外打击能力。2019年4月13号，以色列空军首次使用狂暴导弹袭击了位于叙利亚马赛夫区的军事仓库和工厂。它由战斗部、弹载电子设备、压式控制舵和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等部分组成。战斗部重150公斤。制导方式采用发射前瞄准，发射前载机将目标数据输入导弹，导弹发射后自主制导飞向目标，最大射程250公里。飞行末端速度可以提高至1到1.6马赫。它具备超音速飞行的速度优势和优化的弹道，有利于突防。同时能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搭载3种不同类型的战斗部，包括通用战斗部、杀伤爆破战斗部以及亲撤战斗部。以色列方面称，该导弹具有射程远、飞行速度快、打击精度高、突防和抗干扰能力较强等特点，并且可以全天候使用。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政府最早在2021年就批准了印军向以色列采购狂暴导弹的申请。虽然这种导弹呢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在初始段和中段时的飞行速度仅能达到亚音速、高亚音速水平，加上不具备机动变轨能力，被拦截概率较大。而且呢，它未采用任何的末制导技术，无法打击运动中的陆上或者海上目标。但是有分析认为这种导弹的服役依旧可以给印军带来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它使用了 GPS 惯性辅助导航系统，据称即使受到干扰也能准确飞向目标。考虑到印度的假想敌都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因此在未来冲突中，狂暴的干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凭借其250公里的射程，它能够在许多中短程防空系统的防御范围之外发射，极大地提高了载机的生存能力。在兼容性上，狂暴导弹采用了 RS-170 通用数据接口。以色列称这种武器适合搭载各种欧美俄的喷气式飞机上，比如 F-16、F-15、FA-18、台风、苏30、米格29等。因此，印度将狂暴配备在其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俄制米格 29K 上，没有太多技术上的问题。印度海军在整合狂暴后，无疑将具备更大的打击灵活性。尽管因为米格 29K 存在适用性和维护问题，但新德里已经指定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 M 作为其下一架舰载机，兼容狂暴应该也不存在什么问题。有未经证实报道也称印度空军也在把狂暴导弹整合到苏30 MKI 上。此外呢，印空军的米格29也可能装备狂暴导弹，因此不排除在海军的整合完成后呢，印空军也将装备这款以色列武器。想要知道真相呢，估计只能等到印军和人过招时才能知晓了。未来狂暴导弹可能会与空射型的布拉莫斯 A 导弹
构成高低搭配。虽然这个导弹的增程版本据称射程可以达400公里，而且它的突防和打击效果都不错，但是呢，由于自身又大又沉，即使是苏30 MKI 也只能在中轴线上挂载1枚，这就对战场上的发挥造成了很大限制。而狂暴导弹虽然不具备末制导能力，只能攻击固定目标，但是呢，胜在体态轻盈啊！一架战机可以挂载4枚，再加上其单价仅为数十万美元，因此能够大量装备和使用，即使未命中，那就再来一发也不会心疼。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印军可能呢先使用射程较远的布拉莫斯 A 导弹，对敌方防空节点进行精确点穴，从而掩护其他战机逼近到适当距离后，发射大量的狂暴导弹打击其他固定目标。好了，今天战报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